Wartoys 新出的这么一款变色龙，也是一个新的模具啊。前几天我拿这个玩意儿逗那个豆芽来着，这玩意儿里边的可玩的点非常的多啊，很有意思。而且这一回用了一个非常新的技术啊，感温变色，也就是说大于35度，可以用我们人的体温捂一下。这条变色龙是真的可以变色的。然后是这一回的变色龙特点，这个是一套支架，上面还有一些小树叶的刻画，非常的漂亮。就是这些树叶可以自己想怎么拼怎么拼，还挺漂亮的。匣子拿上来，我们先看一下，我已经把它变成方盒了，装在了里边。然后呢，这个零件就可以跟这么扣上去了。然后盒子里边还会带2个小动物，一个小瓢虫，一个小蚂蚱，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小场景。接着我们直接来开匣。这一回的匣子就是这样了。其实这一次变色龙也是一个菱形的变形方式，但是这一回的龙匣子它不方，它是有一些切倒角的那种感觉啊，感觉这个就很扭曲的一个正方体。但是从这个面看还不错吧。身上的这些蓝色条纹就是可以感温变色的，我们拿手指头捂一下，看已经变浅了，再加热一下，搓搓搓，其实就跟咱们小时候搓变形金刚那个标志贴一样。这一块蓝色已经没有了，所以呢，变色龙这回真的可以变色。首先注意这个地方2个小扣子，把它拆开。这个地方2片小扣子拆开，横上来，然后这个地方左右连接，好，都打松掉。翻开它，翻开它。尾巴从这个地方揪出来，好，腿拉出来，球冠拿掉了。尾巴这里是一个软胶，一个很 Q 弹的感觉。屁股揪出来，上肢的2个小手手揣在下巴底下，其实也是挺萌的一个状态。我们把中间这2片翻开，合上，就可以看到从下巴里边掏出2只小手手，打开，放在这里，然后直接拉上来。拉上来以前注意这2个小片啊，腾开角度，然后中间的这一些连接的关节，记得往下折，折回来，然后就是卷这些了。把这小三角区叠回来，放进去。把这些片儿都卷到肚子里就可以了，然后对插一下卡扣，上下身体中间的卡扣再密合一下，让这个龙呈现一个弓起背的状态，类似于这种小镊子的爪子。其实变色龙的爪子就是这种小镊子型的。好了，变形很简单就完成了。说白了，这回的变色龙的一个变形啊，就有点像咱们小时候玩那种变形带，拆开了，然后把外边的壳包成弧线的形状，半圆形，把肚子里边的4肢翻出来就可以了。我们直接把它挂在树枝上吧。挺呆的这么一个家伙，蹲在树枝子上边。而且这一回的变色龙很萌的一个点，你看这大眼睛，大眼睛可以动。我记得变色龙的眼睛应该是可以独立动的，它的这个视野的角度非常的大，还能转，很萌的一双大眼。再加上身上的这种感温的变色涂装，我们拿手捂它一下。豆芽可喜欢玩这个尾巴了，但是每次玩就让我吓一跳。哇，已经开始变色了。看后背的这一块，我再捂一会儿。
就是身上所有的这个蓝色条纹，这个都是感温变色的涂装，看已经变没有了，所以非常有趣啊。再加上呢，还有一个晚点就是我吓唬豆芽的，脑门两侧有2个浅色的，这2个地方是弹簧按钮。我们把小蚂蚱拔下来，这蚂蚱就是为了干这的。比如说这飞过一只蚂蚱来，嘚儿，哈，表现出一个非常优秀的动态捕捉，去抓这只蚂蚱吃。里边是有弹簧的机构开关的，豆芽非常喜欢玩这个啊，一玩一天，每天跟我要这个变色龙。当然嘛，下边还有一只小瓢虫，你可以给变色龙投喂各种各样的小昆虫，都一样。这小卡克我们就插这儿吧，非常棒啊！可以说是一款晚点满满的5R Toys 新设计的产品，很优秀的一些晚点。虽然来说啊，它的变形素质可能不如前几款给我们带给的一些奇思妙想的结构啊，怎么把一个小方匣子来回的转换。这里边做的最好的，我觉得就是猫头鹰的变形。我觉得那种里外面的翻转、来回的揉捏，那个方匣子变形太有趣了。可见这一次的变色龙其实没有什么太出彩的亮点，无非就是把一个方块的身体变成了这么一个类似于六棱的一个造型吧，弯折下来，然后把腿掏出来，再加上之前吧，其实5R Toys 在出这些小动物的时候，它会出那种透明版。我专门还想过啊，变色龙如果出透明版应该怎么涂？可以说不用这个感温变色的涂装了，能不能把 VF 的那个机舱那种彩虹镀膜的技术放在那种透明的变色龙上边？那样的效果应该会更漂亮，尤其对着各种光打出来的效果来看的话，像那个彩虹镀膜的驾驶舱给变色龙来一套，出这么一个限定的透明版，应该会特别的精彩吧。其实这一款变色龙身上的这些绿色的涂装啊，你拿紫光灯照一下的话，会有这种荧光的效果，镜头里看的可能不是很明显，但是你用肉眼看的话，这个荧光绿特别的漂亮。总的来说非常不错，很有晚点的一套。如果说你是为了感受像5R Toys 平常的那种变形设计的精巧程度的话，这款给不了你。但是这款更多的晚点是这种别出心裁的一些材质啦，一些噱头的运用，所以呢，孩子们特别的喜欢这些可以互动可以玩的东西吧。总的来说非常精彩，很棒的一套小匣子精。那么这一款5R Toys 新出的变色龙就是这样了。